大家好，我是小甘，今天又是咱们久违的开箱环节，今天又是一个3连开。不过这次的3连开和以往的又有所差异了，就是这一次的3连开是来自同一个品牌的产品，它们分别是一台耳放、一台解码以及一台网桥加界面的播放器，它们就是来自玉龙的 A39、D39还有 DP1。那在开箱这3件之前，照例咱们先聊聊其他的。就是玉龙这个品牌，如果说您之前接触过的话，您会发现一点，就是他们家的产品绝大部分，比如说像金丝雀、欧若拉、天鹰座、DS1、阿修罗或者说 DA1 这些产品，它们都有一个特征，那就是它们都是内置了解码功能的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体机了，它是带有解码加耳放。但是大家知道，一体机的话，留给我们后期的升级空间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大，因为解码和耳放都装在同一个机器里面了嘛。如果说我们后期要升级其中的一个部分，那么必然呢，我们购买的这个机器里面的一部分功能会被舍弃掉。比如说，您有一台 DA1，因为 DA1 内置的那个解码芯片非常好嘛，调音也非常的正，非常的大气，但是它的那个耳机口您可能感觉到不太满意，您希望把它的耳放升级到 PA1 这个级别。那这个时候，当 DA1 和 PA1 组成一套之后，毫无疑问的 DA1 的这个耳放功能就被舍弃掉了，那就用不着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分体式的设备，它对于我们日后的这个升级是有着一定的帮助的，尤其适合我这种比较爱折腾的，就是喜欢换来换去听不一样的声音。但是分体式的设备也不是说就尽善尽美的，它固然有着后期升级的余地，但是它会多一条电源线以及一对信号线。首先多出来的这个线材对于我们的成本还有变量，我认为它就是一个负担，并且因为是分体式的设备嘛，它放在我们的桌面上，它会形成一个就是叠叠乐的一个状态，就是说它会占用掉您桌面的一部分空间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开始开。首先是这个 A39 的话，这一台设备它的一个售价是6000多块钱，它是一台纯耳放，然后是带有前级功能的。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配件，就是一条电源线，一本说明书。这个说明书简单的给大家念一下，大家给我一点时间。耳放前级音量电位器的音质损失一直是传统 HiFi 设计当中的老大难问题。A39 采用了 CPU 加 FPGA I/O 扩展。高速驱动闭锁继电器和 R2R 电阻网络组成的音量电位器，继电器导通时闭环锁定，不需要通电，无电磁干扰。R2R 网络让信号衰减过程中降低损失，做到纯净的音量切换。那说了这么多，可能大家也会感觉到有点乏味啊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一台耳放，虽然耳放是纯模拟的设备但是这台 A39 里面内置了一台小型计算机。是的，它里面是有 CPU 的，并且内置了精简版的 Linux 系统。这个我只能这样讲，有一点点脑洞大开的。这个功能简单来说，就是在保证音质的前提之下，把这个偏音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。是的，它没有用模拟电位器，这一次是数字控制的。我看到一个很奇葩的接口，就是这个 USB-C。一台耳放要 USB-C 干嘛用呢？应该是给予我们用家后期升级固件用的。是的，带屏幕的耳放，大家不妨回想一下，就是带屏幕的这种纯耳放，在市面上是不是非常的少见？我印象里面不多这里这个是标配的电饭煲线，这里我就用这根线简单的通电开机一下。这个机器有一点挺好的，就是它的这个尺寸，我认为还是非常适合我们放在电脑桌面或者说书桌上面的，哪怕上面再叠2层，就是下面要开箱的那个 D39还有 DP1，我觉得问题应该也不大，因为它只会占用您的这个高度。当然了，这种叠叠乐玩法，其实我最纠结的是解码还有耳放之间的这个连接线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就是我们市面上买到的品牌线，不管是分析家卡拉斯、精彩、银彩，或者说诸如此类吧，他们的线一般来说连接线都是1米长度的，这个我可以理解，是的，1米长度它方便我们日后的这个使用或者说连接其他设备使用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说是这样叠起来的话，这个线我客观讲大概有个20公分就够了，因为如果说是1米长的线，它会形成怎么样一个结局呢？给大家看一下。这里我只是简单的一个比方我这一根只是给大家参考用的，就是这个机器放在这其实挺好看的，但是后面结果拖出来这么长一坨，那这个状态之下肯定不是特别的美观嘛，对吧？所以线材这一块，我认为如果说您是这一套的话，去选那种短一点的线材，会便于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，并且也会更加的好看一些。好就好在，就现在是首发期间嘛，它会送给大家这样一对平衡信号线。这个我认为还是非常的实用的。这个线的话大概是50公分，其实50公分也好总比1米好吧，对吧？然后这里等一下连接那个解码器就可以了。实话实说还是有点长，再短一半就好了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前面板，分别是4.4、6.35，还有一个 XLR， 这里是音量旋钮。然后这个音量旋钮应该也可以，对，它是一个多功能的，按下去之后再旋转，它可以切换这个输入通道。然后模拟端的输入和输出分别是一对 XLR， 还有一对 RCA。RCA 和 XLR 的输出都是带这个前级功能的，大家连接到真力啊，或者说一些不带音量控制的音响上面，还是有一定的可玩性的。好，这个耳放咱们就先开箱开到这里。好，接下来开这个 D39。不瞒大家说啊，这个 D39让我有一点点摸不着头脑，因为这一次这个 D39居然集成了一个简单的网桥功能。然后看到这里我就想起来玉龙家之前的一个型号叫做阿修罗，似乎是有一点类似性的。这次这个 D39是赠送了一根网线在这个包装里面，然后祖传的 USB 线。有一点忘记跟大家讲了，就是玉龙这一次的这个 D39和 A39，它是提供这个黑色还有银色两种颜色可以选的。我这里开的这个是黑色的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尺寸，它们的机壳是完全一致的，就是说您放在桌面上，它不会有任何突兀的这个感受的。配合首发的时候套装里面送的这个 XLR 平衡线，就可以实现一个连接了。背后这里这两个 RCA 和 XLR 的输出是连接耳放的，然后这里有个同轴，对，这一次它少了一个数字接口，就是我们之前常用的那个 AES， 它这里是同轴光纤 USB 网线接口，还有一个时钟接口。前面板的话啥也没有，设计语言是一致的。其实玉龙的这个设备就有一点是让我感觉到不太满意的，就是你非得插根网线吗？就像我自己家里是没有条件去走这个网线的，所以只能用 WiFi。如果说可以内置一个无线网卡，在保留有线网络功能的同时去增加一个无线功能，我认为这个对于我们烧友来说啊，有两种方式可以选，总比局限在一种模式好，对吧？同轴光纤 USB， 我这里就选 Net， 直接 AirPlay 应该就可以推过来了，对的。然后第一列是输入通道，第二个类目就是这个 Pure AMP， 还有这个 Pure DAC， 就是这个前级模式，还有纯解码模式的，就是一个音量可调，一个音量是固定在最大值的。我认为啊，就是如果说您不追求极限的话，那么这一套设备应该够我们听很久很久了。但是希望把这一套潜力给它榨干的人，我认为是客观存在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玉龙还有一台设备叫做 DP1。像我自己的一个使用场景啊，这一套如果说我放在自己家用的话，我大概率不会插它这个网线的，因为我平时回家之后，我会把电脑给它打开嘛。那电脑打开的话，肯定就是 USB 直接连过来了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作为音源的话，电脑啊，或者说手机啊这些设备，它只能满足我们一个基本的聆听需求，它不能说是很发烧的一个状态。那么有没有办法说我在电脑和解码器之间增加一个设备，说把它的声音再提升一些呢？答案自然是有的，就是这一台 DP1 了。其实玩数字界面的朋友很多的，我自己也在玩，比如说之前的那个月之邦数字时代2。那个设备我认为就挺好的，因为它能接手机，实现一个 USB 转同轴或者说 USB 转光纤的一个效果。然后现在我们在售的，比如说像举升啊，还有乐图啊，都有类似的产品。玉龙其实老早之前也做过类似的这种数字界面，但是做这么发烧级的数字界面，而且还集成了网桥的，这个是头一次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台纯数字设备，它没有任何的模拟接口的，这个体积放在上面就很舒服。这个设备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里还有个 RIS 接口，这个接口就是给我们连第三方的那个解码器用的，因为玉龙的解码器都是没有这个输入的，这个接口等于说就是做给别家用的了。它这里分别是时钟接口，然后同轴光纤 AES EBU， 对，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D39上面缺失的那个接口，这三个我们都是用不到的。我们要用到的，我会推荐大家就是用同轴去连，也只能用同轴去连了，因为光纤的话，它涉及到一个二次转换嘛，它这个还是有损失的。这两个设备之间的连接，大家就去选一根短一点的。如果说您是叠连的的话，20到50公分之间的这个同轴线就可以了 ，RCA 的同轴线。然后这个 USB 是给我们连接电脑啊，或者说手机去用的。当您连上电脑或者手机之后，这4个口就可以输出数字信号了。那看到这里，想必您会有一个疑问，就是D39既然已经带有这个网桥功能了，虽然这个网桥只是基本的一些操作，那么为什么还要再去单独买一个 DP1 网桥呢？那说到这里，希望玉龙看到之后不要有什么意见啊，就是
DP1我认为您可选可不选。就功能性而言，它和 D39它是有一部分功能它是重叠的，所以如果说从功能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认为 DP1这个设备并不是必须的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，就像一开始说的，还是有一部分朋友他想尽可能的释放出 D39这台设备的潜力，所以这个时候去配置一台 DP1，我认为是可以的。因为音源的重要性，这个相信不用我去跟大家去多科普什么了。比如说您手头有一个天音座，您去用手机的 USB 去接一下，再用电脑的 USB 去接一下，因为这个时候电脑和手机它本质上面它都是音源嘛，您一定会发现一点，就是原来不同的音源之间它的声音差异可以这么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，我认为 DP1就有它的这个使用价值了。并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您手头的解码是其他品牌的，比如说像小乐曲啊之类的，您希望把这个设备的潜力进一步的给它释放出来，那这个时候去添置一台 DP1也是可以的。也就是说 DP1这个设备它不光光是给 D39和 A39作为配套使用的，它更多的来说它是一个独立设备，您可以用它作为一台网桥，也可以用它作为一个数字界面，这取决于您想怎么做，以及想把手头的器材发挥到怎样的一个水准。接下来是今天的一个小彩蛋啊，我们来个4连开，全新的 R70X XA， 这个包装也比之前要小，不管它了，咱们来开。其实对这个耳机我还是挺期待的，因为铁三角的 R70X 啊，一直是市面上面的一个爆品嘛。好消息是，这个耳机在我们原生态的上海门店也会进行一个出样的。然后这3个设备该怎么选，简单的说一下。我们首先设想一个场景，就是您手头有天音座，然后您可能觉得天音座的声音有点现代了，它的厚度是不是可以再提升一下？那这个时候我会推荐您搞一台这个 A39纯耳放，跟天音座进行一个组合搭配。那这个时候出来的这个声音效果，我认为是有一个不小的提升的。再比如说，您有一台 DA1 就像一开始我们说的嘛，它是一台解码防御体机，它是没有播放功能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搭配一台 DP1，赋予 DA1 一个流媒体的功能，我认为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因为接上网线，您就可以 AirPlay 啊，或者说局域网串流啊之类的了，可以将网络上面的歌曲把它推送到这个设备上面，再输出给 DA1 进行一个播放了。那这个时候等于说给 DA1 赋予了2个方面的提升，一个是功能性上面的，就是流媒体的一个加入；第二个就是音质上面的了。因为不同的音源对于声音的改变真的是不小。那因为我今天没有准备这个同轴线嘛，所以我就用这个 D39加 A39的这个组合去试听一下了。不瞒大家说啊，这个新款的这个 R70 XA 我也是头一次听。所以这个听感不保证啊，因为耳机还没保开呢，这全新了，跟我之前听到过的那种战场成色的 R70X 肯定是有差异的。哇，好轻啊这个！其实用这一套就是1万多的一个设备，因为一个是5000多的售价，一个是6000多的一个售价，加一块的话应该是不到1万2。然后 DP1 的话也是5000多的一个售价，就售价而言，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。用这套设备去驱动这个 R70XA， 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高斯炮打蚊子的这个意思了。可以不夸张的说啊，就是把 R70 XA 这个耳机给它打到，不说100%，打到99%的一个状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我首先看看它这个网桥速度怎么样，因为 DP1 还有这个 D39，它们都是网桥性质的嘛，所以说它只能够推流，它是没有本地播放功能的。就是如果说您想插一个 U 盘啊，或者说插一个移动硬盘上去，抱歉，这个功能实现不了。但是如果说您家里有 NAS 哦，那就没问题了，可以通过一些 APP 把 NAS 里面的歌曲通过 DLNA 的方式把它推流推到这样一个设备上面来，这个使用模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好像遇到了一点意外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要紧，随便拿一个，咱们毕竟卖耳机的，啥都不多，就耳机多。哦，插进去之后要转一下，傻了，推这个还是很好听的，开玩笑 ，W2002 上什么东西都好听。哦，现在声音正常了。切换速度也还可以。简单听了一耳朵啊，这个新款的 R70XA 和之前老款的它的这个声音的音色还有味道没有什么变化的，因为毕竟 R 系列是铁三角的这个监听系列嘛，不可能说就是上了一个新款就给它添加很多的染色，这个不太可能的，它一定要能够满足后期混音啊、编曲啊这些领域的这个应用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，就是如果说您之前有这个 R70X 的话，
这个升级的意义可能不是特别大。但是如果说您没有的话，那我可能还是会更加的推荐您去选这个新款多一些吧。因为今天咱们时间有限嘛，很多我们店里面的像420欧的 ATX 5000、300欧的 HD 660 SR， 还有萨斯弗拉，对吧？这些很难推的啊，我还没有一个一个试。之所以没有试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设备它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给它的电容啊，给它通电，让它快速的进入一个状态的。就这些机器您买回家之后啊，就开机不要关了，保持1个礼拜就可以了。所以如果说您对于这3件套组合出来的这个声音有所好奇的话，您也不妨带上您的耳机过来实际的试一下，看看这3件套能够把您的耳机发挥到怎样的一个状态。这3件套在我们原生态的北京、上海还有广州门店都已经有出样了。好了，那本期的这个4连开啊，就先做到这里了。再次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开箱再见。